从朱熹到王阳明，探寻心与理的哲学征途，你是否曾陷入这样的困惑？道理都懂，却难以付诸行动；想健身，却总是拖延；明知熬夜有害，却难以自控。这种知与行的矛盾，古已有之。在宋明时期，朱熹与王阳明两位大儒围绕知与行、心与理的哲学思辨，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。在宋明时期，理学发展至顶峰，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风靡一时，成为文人墨客谈论的时髦话题。当时的文人士大夫，若不谈及几句理学，都觉得自己跟不上时代潮流。王阳明也深受其影响，一度成为程朱理学的忠实追随者。为了探究理学真谛，他甚至在庭院中对着竹子格物，连续7天7夜凝视竹子，试图从中领悟天理，最终却因伤了心神，卧床不起，才无奈作罢。朱熹所倡导的格物致知，旨在通过研究外在事物的原理来获取知识。这里的知，并非普通知识，而是包含智慧、心得感悟的知性。朱熹认为，知是通过对外物的深入探究，从而达到对天理的体悟。后世对朱熹的评价褒贬不一，有人斥其为败类，有人尊其为圣贤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他对中国哲学史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他的理学思想为后世诸多思想流派，包括阳明、心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，提供了启发。朱熹追求心与理一的最高涵养境界，提出理在人心，视之为性。在他看来，达到心与理一的人者，其思想和行为完全符合道理和法度，无懈可击。性即道心，即仁义礼智信等品性就是天理的体现。程朱理学主张的理，既是道德伦理的准则，也是宇宙万物存在和运行的统一性原理。而这一天理就存在于人的内心。朱熹对心的重视，悄然影响着王阳明。在朱熹思想的启迪下，王阳明提出了至善之理在本心的独特观点，开启了心学的新篇章。至善在于内心，心即理也。王阳明的学生徐爱在学习心学的过程中，敏锐地察觉到老师与朱熹思想的分歧。朱熹认为理存在于外物，而王阳明坚信理在人心。徐爱不禁发问，为何心学关于理存在何处的说法与朱熹相悖？王阳明给出了心学的核心观点，心即理也。这一观点是王阳明在长期钻研理学后得出的深刻见解。朱熹主张事事物物皆有定理，而王阳明则认为万事万物之理皆源于吾心。朱熹提倡通过格物致知来通达天理，认为理在心外，需向外探寻。王阳明则强调致良知，主张理在心中，只需向内心发掘。王阳明反对朱熹及物穷理的格物之说，认为其背离了孔孟之道。他觉得朱熹通过博览群书，考察外界事物来提升内在修为的方法，不仅无益，反而有害。这种外求之法耗费精力，随着知识增多，人性的欲望也会随之膨胀，最终损害内心的纯净。正如芝诺所言，人的知识就好比一个圆圈，圆圈里面是已知的，圆圈外面是未知的。你知道的越多，圆圈也就越大，你不知道的也就越多。有限的人生难以追逐无限的知识，向外格物若毫无收获，便说明外物并非理的源头。那么理的源头必然在于本心，心是理的主宰，只有心先明理，才能做好事物。王阳明的这一观点颇具禅意，与佛教的某些思想不谋而合。心有灵山，莫向外求，内求于心，而显于行。既然心内有理，又何必向外寻求呢？一切理皆在内心体现，并通过外部行为展现出来。尽管王阳明与朱熹在理的本源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，
但王阳明的心学与朱熹的理学也有相通之处。王阳明的至善是心之本体，源于大学中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而止于至善。他认为至善在于内心修为，要达到至善境界，需专注于一个天理，竭尽全力做到最好，同时不能脱离外部事物，因为理通过外物体现。此外，修养内心是达到至善的根本。朱熹的理学对个人修养要求严苛，主张通过研究学问消除私欲，以敬畏天理为准则，达到圣贤之道，甚至提出存天理，灭人欲，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人性。而王阳明在要求人有良知的同时，肯定人正常的欲求，认为部分自然欲求是人的本性，属于天理范畴，不必强行革除。从存天理，灭人欲，到去人欲而存天理，体现了王阳明对朱熹理论的发展与创新。这使得天理和人欲不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，在当时受三纲五常束缚的时代，具有显著的进步意义，一定程度上松动了禁锢人性的枷锁。王阳明也曾说，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。这表明他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对朱熹学说表示认可，两人都赞同去除欲望而存天理，万事万物之理皆在本心。王阳明提出心即理也，心是理的主宰，但万事万物之理纷繁复杂，小小的心能否容纳？徐爱以弑父弑君，交友治民为例，表达了疑惑。这些事物都有外在道理，若按本心的道理行事，又该如何去做呢？王阳明回应道：弑父之孝，弑君之忠，交友之信，治民之仁，都只在此心侍奉父亲的孝顺，对君王的忠诚，对朋友的信任，对百姓的仁爱，皆源于内心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行为。如今社会上存在一些刻意塑造人设的现象，例如某些明星为吸引粉丝，打造宠粉、吃货电竞迷等人设，即便本人对这些并不感兴趣，他们违背本心，花费心思打造虚假形象，只为获取粉丝支持，让粉丝买单。而弑父弑君、交友治民所应遵循的道德准则，应当发自内心，而非为了迎合他人、树立人设而刻意为之。王阳明认为，理是自然生发，出自内心真情实意的，刻意追求反而显得虚假。这就如同陶渊明在《归去来兮》中所说，既自以心为形役，惜惆怅而独悲，强调心灵不应被形体驱使，而应随心而动。王阳明主张由心驱使行为，而非违背内心刻意表现行为。对于徐爱所提及的弑父弑君、交友治民的外在道理，王阳明认为这种说法蒙蔽世人已久，难以一语道破。孝顺父母不应受外在世俗要求的束缚，带着目的表现孝顺毫无意义。网上曾有这样一个令人唏嘘的例子，某人为赢得孝顺的名声，看到别人给母亲炖汤，自己也照做，还特意放了大量人参，结果导致母亲因服用过量人参引发高血压住进医院。这种刻意的孝，打着孝顺的旗号，实则危害母亲健康，与不孝无异。可见，真正发自内心的自然行为才是关键，刻意讲求外在形式往往适得其反。王阳明看似在讨论弑君弑父、交友治民等具体事务，归根结底还是围绕心即理也。只要发自内心的爱去侍奉父亲，忠诚的侍奉君主，友善的交朋友，用真诚对待一切，便是遵循了内心的理。心即是理，所有的理都在内心体现，而理又离不开具体事物。阳明心学的理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，尽显其智慧。先有深爱之心，然后各种条件才能从里面生发出来。既然万事万物的道理皆在本心中体现，那么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做到顺随内心，不刻意呢？
徐爱就侍奉父亲一事提出疑问：顺从内心的话，还需遵循世俗规定的小细节吗？王阳明回答：只是有个头脑，只是就此心去人欲，存天理上讲求侍奉父亲时，讲求细节固然重要，但要分清主次，在去除私欲的前提下进行。也就是说，一切行为的细节皆源于内心，受内心支配，而非受私欲驱使。很多人会像徐爱一样疑惑，侍奉父亲时，如何体现敬爱之心？是否要时刻陪伴，早起请安，侍奉用饭？其实，当真正理解心即理时，就会明白侍奉父亲应关注内心，出自子女对父母纯粹的血缘敬爱，而非虚假作秀。当我们发自内心关爱父亲，自然会记住他的生活习惯和注意事项，无需刻意提醒，这些细节会自然而然地被考虑到。王阳明将对父母的敬爱之心比作大树的根，有根才有枝叶，先有敬爱之心，才会有各种行为和生活细节。礼记中说，孝子之有深爱者，必有和气，有和气者，必有愉色，有愉色者，必有婉容。孝子对父母有深深的爱戴，内心充满和顺之气，脸上便会表现出和颜悦色，态度也会委婉柔顺，这便是效发于心的自然表露。从外在追求的孝心，如同无根之本，难以长久，时间一长便会失去生机，让人感觉冷漠，毫无生气。真正的孝心源于心性的本源，根深叶茂，四季常青，只讲求细节而忽略本心，无疑是本末倒置。历史上24孝图的故事虽不乏封建糟粕，但其中子女的行为大多出自本心。比如黄香担心父亲睡不好，夏天为父亲扇席子，冬天为父亲暖被窝，这就像乌鸦反哺，羊羔跪乳一样，是本能的行为。父母爱子，为之计深远，子女孝顺父母，也应从深爱之心出发，不要本末倒置，先求枝叶，再培其根，这样种出的树难以存活长久。回顾今天所讲内容，首先，至善在于内心，心即理也，要达到至善，需向内心寻求，提升内心修养。其次，万事万物之理皆在于本心，心是理的主宰，理体现在万事万物中。最后，先有深爱之心，然后各种条件才能从里面生发出来。深爱之心是行为的基础，一切行为应发自内心。全篇围绕心即理也展开，心是理的主宰。若我们良心本善，所做之事皆发自内心，便无需过分在意外在世俗的约束，在保持善心的前提下，顺随内心，不委屈自己，不违背内心去做不愿做的事，不刻意扭曲心意去追求虚无缥缈之物。如此，日后回忆起来，即便未达到至善至美，至少也能肆意洒脱，问心无愧。让我们在生活中践行这一哲学智慧，用内心的光明照亮前行的道路，去拥抱更加真实、自在的人生，在追寻真理与自我的道路上，迈出坚定而自信的步伐。